OK，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对，我们两个又坐在这里啊，今天的话讲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就是这三位老哥啊，屏幕上这三位老哥，他们做量子物理的，终于轮到他们了，对吧？这个因为过去几年呢，大家都觉得应该给量子物理或者说叫什么凝聚态什么，给他们发个奖，然后呢混来混去，终于混到他们了。而且从去年 AI 大流行，对吧？去年就是好几个都是 AI 的，好多是跟谷歌相关的。结果今年呢，虽然是传统物理学家得奖了，但是依然是谷歌得奖了。就是他们这些人里头有2个是在谷歌里研究这个量子芯片的，有一个现在还在职，有一个是原来在职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讲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知道说，哦，有物理学家得奖了，研究量子物理的，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对吧？这个东西还是相对来说，对于普通人比较难以理解。我觉得我们可能普通人理解宏观物理或者理解这种，牛顿物理还是可以的，对吧？我们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对于量子物理来说的话，只能是这个遇事不决量子物理了啊，量子力学了，这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位啊，也算爱好者吧，找土拨鼠啊，给大家讲一讲他们到底干嘛的。然后呢，咱们大概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土拨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就准备开始啊，这个四处放炮了啊，说他们这个网上都是这么说的，然后是这样的，然后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事情是不是可以，对吧？咱们就准备开始发散了。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土拨鼠。行啊，不过就是说，在说之前，首先这里面有一个巧合啊，就是今年应该正好是基本上大家认为的量子力学诞生的100周年，这一点是基本上是一巧合。实际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评这个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今年是诺贝尔那个量子力学、量子物理诞生100周年。但是没想到，等到评奖结果出来了，他们才突然发现啊，今年是量子力学诞生100周年啊！实际上，在100年前的1925年，海森堡，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哥们儿，后来他还参与德国的原子弹研究。这位哥们儿就是提出了矩阵力学，这一点基本上被视为是量子力学的开端。这个是先在这个介绍之前，先要跟大家说的。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可能是对经典物理的牛顿力学啊什么的这类的比较熟悉的应用，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集成电路都要用到量子力学，然后其他的那些应用也非常非常广。我就只举集成电路一个例子，就已经可以基本上说明问题了。所以量子力学这块这个并没有那么神秘，大家只要稍微转换一下你的思维模式，它可能有一点反直觉，但是你只要转换一下自己的思维模式，应该理解起来也并不是很难。然后第3点，这个要稍微纠正你一下啊，这就有点像那个钱学森说的似的，人再笨，14岁还能不会这个微积分吗？对吧？咱不能这么讲这事儿，对吧？好吧。然后呢，第3点呢，实际上就是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诺贝尔的科学奖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这类的，生物医学这类的奖项，实际上我们一般把它实际上可以分成2类，其中呢，这个2类里面以物理就是做一个分界线。那像生物医学像化学啊这类的，我们一般实际上是更偏重于实验的，属于实验科学这一类。然后像数学这类的呢，它更偏重于理论，属于理论这一类的。而物理的话，它正好就分成了2部分，一个叫理论物理，像那个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那就是理论物理，他提出相对论嘛，他不需要做什么实验，他只是根据人类以往的认识中间发生了矛盾，
然后他提出一种设想来解决这个矛盾，那么然后他这种设想最后被证实是正确的，所以他会得奖。这是理论部分，这一部分它更偏重于数学。那另一部分它更偏重于实验，叫实验物理学家。最典型的像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啊什么的，就得了个诺贝尔奖，这就属于这个实验物理，那就偏重于像化学啊、生物医学啊这类的这类的奖项了。那我们这次获奖的这3位啊，都是加州大学加州大学的。首先带头的这位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克拉克。那么，紧接着应该是他下面带的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他们本身这次获奖的成果，这个成果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最近，而是发生在40年前的1985年。大家想想，1985年他们就取得了我下面要提到的成果，然后40年后才给他们诺贝尔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等于在当时还是研究生的，现在是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米歇尔德沃雷，也就是中间的这个，还有呢就是约翰马丁尼斯，也就是最右边的这个。那这2个人，他当时都是最左边的这个约翰克拉克的等于研究生，他们等于共同发现了我们下面会提到的宏观的量子隧穿和宏观的能量量子化这2个现象，这个是要跟大家说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属于实验物理学家，而不是理论物理学家。那我刚才已经简单的说了，在这次发现里面，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他们发现了宏观上的量子隧穿和宏观上的能量量子化这2个现象。这种发现对我们以前对量子世界的认识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颠覆。我是指在1985年的时候啊，会产生非常大的颠覆，所以也就造成了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就是等于示意是一个宏观的量子隧穿的一个示意图，我待会儿给大家解释。那就是说，等于我们以前一般认为，这种量子隧穿还有能量量子化这类的量子现象，一般都会体现在一个非常微小的尺度，而他们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微小的粒子吧，不管是原子也好，电子也好，它有可能组合成一个集团。然后在整体上体现出一些量子的行为，这就是他们发现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用学术的语言来说的话，基本上相当于是这样的。如果要用我们更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使得像是原来我们必须要在实验室里由科学家来做的这些量子的这个特性，能够体现到工程上，能够工程化。比如我们现在前几年一直在说的量子计算机啊这类的东西，就是有了这个宏观的这个量子隧穿和宏观的能量量子化等这些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工程上做出量子计算机这类的东西。这就是等于是我先提前大概说一下它的一个相对来讲重要的意义。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量子隧穿。大家现在看，咱们看下一页吧，看下一页吧。对，所谓的量子隧穿，其实就是说，就像现在这个图一样，就一般来讲，我举个宏观的例子，就是我们拿一个小球，比方说到一个山坡这儿的时候，如果小球的动能不够的话，它是无法越过这个山坡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在宏观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如果要是我们微小到量子的这个尺度，也就是10的负15次方到10的负18次方米这样的一个尺度的时候，就
我们就会发现，那么有一定的可能，当这个小球运动到这个山坡一侧的底部的时候，它即使它没有具有足够的能量，它也有可能出现在山坡的另一侧。这就是量子隧穿。至于是怎么隧穿的，这个现在还在分析，还在研究。因为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用薛定谔的波方程波函数来解释，就是这所有的这些量子，它既是粒子，它也是波。就像光一样，光我们都知道，既是粒子也是波。那实际上量子也是，既是粒子也是波。当它以波的形式表现的时候，那它就有一定的几率穿过这个山坡，然后直接出现在山坡的另一侧。就是这只是个几率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咱们这次的这个宏观的所谓的这个宏观的这个那个量子隧穿，其实就是说明我们以前认为只有单个量子能够实现这种量子隧穿，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发现几十亿、几百亿个粒子组成的一个团队，也可以整体表现出量子隧穿的这个特性。这就是所谓的量子隧穿和宏观量子隧穿这一块。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关于量子隧穿，实际上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量子隧穿现象就是阿尔法辐射。像铀235这样的放射性元素，它就会放出阿尔法射线。那这种放出阿尔法射线的现象，我们就称之为阿尔法辐射。我们知道啊，就是原子核它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质子和质子都是带正电的，按道理正电是要相互排斥的，所以它的斥力，特别是因为一个原子核的尺度大概是10⁻15次方米这么一个水平，当小到这么小的时候，靠到这么近的时候，这个斥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是什么力让质子和质子能结合在一起形成原子核呢？这个力就叫强相互作用力，就是强力，4大基本力作用力之一，强力。那有了这个强力之后，理论上讲，这个强力是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4大基本作用力里最强的力。这个力理论上讲是我们就是无法打破的，比那个比如我们说那个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吧，《三体》里面说那个水滴就是强相互作用力的嘛，按照刘慈欣的说法，就强相互作用力的，它等于就是说是你是无法打破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阿尔法粒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氦核嘛，具有2个质子和2个中子，就是一个氦核。那它能够脱离强力的束缚，然后被放射出来形成阿尔法射线呢？实际上它就是量子隧穿的结果，它就是一个量子隧穿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最经常能碰到的一个量子隧穿的现象。是。哎，你那边稍微有点卡，是吗？我对你的声音有点卡顿。我要不然换个节点。对，你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因为不光是我现在还稍微，吗？现在好一些了。好，那行，暂时先这样。那行，这就是基本上这就是相当于就是量子隧穿的这个叫做什么呀？量子隧穿的大概的一个解释。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基本上我们以前都认为像量子隧穿这种现象只能表现在就是大概原子核电子这个水平，最大也就到原子核10⁻15次方。那现在他们这3位科学家的发现就是他们甚至能够做到微米级，也就是大概10⁻6次方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可能或者是再大一点吧，以现在的技术，我们可以说是做到10⁻9次方纳米级这个水平，就是已经能够体现出量子隧穿了。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是几百万
甚至是几十亿个原子或者说微观粒子形成的团，那么它以整体的表现出了量子隧穿的现象。关于这种现象，实际上在这3位实验物理学家做出这个实验之前，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同时也是一个超导专家，就是安东尼·莱格特。实际上在60年代就曾经提出过，他说量子力学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极其微观的尺度的这些特性，比如隧穿，比如叠加，难道只限于这个微观粒子吗？我们能不能够制造一个由大量的粒子组成的一个更大的系统，使这个系统整体的表现出量子的行为呢？而且因为他是超导专家，所以他就预测，他说也许超导电路就是一个有可能就成为展现这种宏观量子现象的一个理想的舞台。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所以尽管实际上他应该具有非常好的、非常优越的条件来做这个实验，但是呢，他没有做。那么最后是由这3位实验物理学家通过超导体来实现的这次的实验。说到超导体的话，我们都知道啊，超导体它最重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超导电性，当然还有磁抗性那类的，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它的超导电性。那超导体为什么会产生超导电性呢？这主要是依据现在的理论，基本上是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超导体在当一个超导材料处于它适应的这个极限温度之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它因为整个的这些材料，它基本上我们可以是认为晶体嘛，晶体的话它会有一堆晶格，这些晶格的振动就会趋近于0。这个时候它基本上的话，等于它这个通路就不会去和里面要有电子的话不会发生碰撞，否则的话它不停的在振动，就有很大的几率和用来传导电流的电子发生碰撞，这是第一点。它现在呢在超导环境下它就已经不振动了。第二点呢就是电子在这里面运动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晶格的这个原子核一般是带正电的。那么这个电子是带负电的，所以当这个电子运动到晶格这个原子核附近的时候，它就会由于电磁力就会吸引周围的这些原子核向它靠近，也就是我们从屏幕上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电子红色的小球电子，那么它周围的这个原子核就是蓝色的这些小球就离它的距离就更近了，晶格变得更小了。这是第一个电子。那么第二个电子的话，由于这一部分的这个蓝色的小球它变得更紧密了，所以它的电磁力就加强了，就吸引过来另一个带负电的电子向它靠近。这样的话，第一个电子和第二个电子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库珀对的东西。那这个库珀对的话，在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它们的这个运动特征啊等等这些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是非常协调一致的，形成一个非常协调一致，不是说一样。一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运动特征是一致的，但是它自旋方向等等的正好是相反的。这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我们所谓的量子纠缠，稍微有一点像，但不是。那它形成一个库珀对之后，它在这个超导体里就会毫无阻碍的畅行，毫无阻碍的畅行，所以它就这个表现出了超导电性。而当众多的库珀对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它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宏观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有可能表现出这个在宏观上表现出量子的很多特性，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点。然后事实上这3位科学家也正是利用了就是这个超导体的这个特性，
然后他再利用了一个叫做约瑟夫森结的东西，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我们能看到啊，屏幕上这是一个长条，左侧是灰的，右侧是灰的，中间是橘色的这样的一个物体。它实际上左侧这灰的是一个超导体，右侧的灰的也是一个超导体，然后中间这个橘色的这部分是一个绝缘体。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想用这个结构叫做约瑟夫森结，那我们如果想用约瑟夫森结来证明这个量子隧穿，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给它的左侧通上电，然后右侧也连上电线，然后给这个我们来测量理论，只要我们合理的控制电压、控制这个温度等等这些外界环境条件，使就是说左端的这些带电的这些粒子所具有的能量不足以穿透这个中间的橘色这部分的绝缘层，那么从经典物理上来讲的话，它就不应该表现出，我们就在右端就不应该能够检测出电流来。我们这个电流表 A 标记着 A 的这块就应该不检测出电流来。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它已经表现出了宏观的量子隧穿的特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电流表上检测出电流来。事实上，这3位科学家正是做了这个实验，然后他们在电流表 A 上检测出了电流，这也就是很好的证明了这种量子隧穿的现象应该是出现了。而且这个实验并不是说做一次，是反复做，反复都会出现的。这等于就是他们进行的这个在这块的第一个发现，就是通过这个约瑟夫森结，就实现了这个发现吧。然后这里面还要特别的再说一下这个约瑟夫森结。约瑟夫森结是这么重要，就是以至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量子计算机里面最核心的部件就是这个约瑟夫森结。最后再说一下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这里面漏传了一张图，我看看啊，能不能够把这张图给大家找到。这里面可能啊，这儿试一下，能不能传上来？啊，传不上来，算了。基本上它实际上是这样，具体在实施的时候，实际上这3位科学家大概是在一个非常小，比方说面积是1平方厘米的一个硅片上，那么刻蚀出了这个几道这个线路，2道线路，然后这2道线路中间填充这个超导体，然后呢2个线路的结合点这块放了一个小小的绝缘体，然后由此来形成一个约瑟夫森结。看啊，对，这块可以了，这张图行。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先看右侧的这个屏幕吧，右侧就是屏幕右侧这张图是一个放大图，就是右侧的这个放大图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中间这个正方形这一个小方块，小的这个正方形那就是一个硅片，就是一个硅晶片。然后我指出超导体1、超导体2这2根线中间加了一个小小的绝缘层，等于他们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来进行测量的。然后我们再看左边这个图，左边这个图的最右侧这个部分就是我右面这个图放大的这部分。那它左面这个图的左面这一大块实际上都是一个滤波系统，我们基本上可以不太去考虑。只是我们要进行非常精密实验，要排除到外界的干扰的时候，这是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核心原理全都集中在它的右部，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它就叫做什么呀？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最后测量出来了，在这里面他看到了量子隧穿的现象，这等于是他们观测的第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就是硅片，即使按现在的技术，大概也是2纳米、3纳米，就是2×10⁻⁹。
3×10的负9次方这个量级。比起像这个我刚才说的原子核10的负15次方，或者说是电子10的负18次方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肯定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宏观现象。所以尽管它是我们现实世界，我们说它还是微观的，但是如果要是到量子力学来讨论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宏观的系统。而且他们这次的发现，刚才说的是量子隧穿，那么他们这次发现不仅发现了量子隧穿，还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发现了能量量子化。什么叫能量量子化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原来认为能量的这个发射或者是吸收是连续的，其实它不是连续的。只不过它应该是一份一份的，只不过它这一份一份非常非常微小，所以让我们感觉它是连续的，它其实并不是连续的。就是像我们比方说用这个紫外线去照射钠，那钠会放出这个粒子来，因为接收了紫外线的能量。但是你如果用红光去照射钠金属钠板，它是不会放出这个粒子来的。就是这个原理。那这次这3位物理学家还用这个微波一定频率的微波去照射这个约瑟夫森结，然后发现这个约瑟夫森结在你的微波达到一定的这个频率之后，它会吸收这些微波。而如果要是说你不是说把这个频率调高，仅仅是把这个微波的光照强度啊，因为微波是电磁波嘛，它也是一种光照强度加大，那么约瑟夫森结都不会表现出它吸收了这个能量，吸收了微波的能量。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实验呢，就是它的第2个成果，就是等于是它证明了能量的量子化。这3位科学家这次最重要的2个成果就是这2点，一个是宏观的量子隧穿，还有一个就是宏观的能量量子化。那我基本上就是先介绍到这儿了。OK， 对，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现在的量子芯片呢，其实是2条路啊，一个是谷歌的方案，一个是微软的方案。谷歌的方案呢，基本上就是以这3位科学家的这种实验结果来去延展的，对吧？那么而且这个3个科学家里头，大概有2个就是曾经在谷歌或者现在在谷歌还在干活呢，对吧？这东西就是他们发明的，或者说就是他们在带队研究的。当时我们看到的这种量子计算机都是一个，或者在甭管科幻电影啊、这个电视剧啊，这个里边都是一个巨大的设备。其实那个巨大的设备里头，最主要是维持它超导体那部分吧，因为它需要低温嘛。对，它不光是超导体需要低温，还有的是本身这个约瑟夫森结也要放到低温环境，而且要的温度比超导体还要低。因为超导体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液氮温区了嘛，就是-198度左右，甚至再高一点。但是如果要是说要维持这个约瑟夫森结产生这种宏观的这个量子特征，那么这个温度要接近于绝对0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的温度高了之后，那么你相应的这些比方电流电子啊，这里面形成库珀对的这些电子，它具有的能量就会变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表现出来的就不再是宏观的量子特性，而本身就是经典力学的这个特性。是。所以现在所谓的这些量子芯片、量子计算机，其实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物理的方式让这些量子发生移动，然后想办法在我们可控的环境下对它进行观察，然后把这个观察的结果作为计算结果直接发出来。它现在不是在叫宏观的这个不是说是量子了，因为它是一个量子集群了。因为如果要是观察量子的话，那你的那个测量设备就庞大的太多了。对，如果要是一个量子集群，
那么我可能就可以用电流表就可以测出来了，这就在工程上就比较好实现了。嗯。因为你还记得它谷歌发布的量子芯片应该是在去年12月份，就2024年的12月10几号吧。当时发出来以后，谷歌的股价也是快速上升了几%，就是以谷歌这种公司的体量，它要敢快速上升，这玩意儿就疯了，对吧？然后所有跟量子计算相关的股价都在往上涨，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就已经快了。当时他们发布的这个产品应该是说，使用这个叫量子比特，对吧？多少可能101个量子比特，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逻辑比特，然后进行纠错。我保证我读的过程，然后可以让这个错误率下降。它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当时公布的时候，而且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这3位科学家的成果啊，当时，所以的话，可能101个量子比特什么的，这样还让咱们比较就是迷茫，就是个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基本上我猜测，他所谓的101个量子比特，实际上应该就是101个约瑟夫森结。这是首先的，我估计很可能实际上就是101个约瑟夫森结。然后现在他做的这些成果，我们还得再看，就是说可能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这个量子集群，来体现出它的宏观量子特征。是。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做法的话，再往大放大这个事儿就比较痛苦了。因为这个有人就一直惦记什么呢？就是拿量子计算机去破解比特币。因为拿这个量子计算机是可以比较适合跑这个叫索尔算法，他们呢是可以把比特币直接拿着公钥把私钥算出来。这样的话，这个说，哎呀，这样比特币是不是就不安全了，对吧？昨天晚上比特币暴跌，从12.2万美金一个，现在掉到了11.2万，一下1万美金没了，7%还是8%就没了，对吧？很多人爆仓了，那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其实呢，他们现在大概只能得到几个这种叫做逻辑比特，就是基本上我可以数得明白的这种比特，而真正要把这个索尔算法跑起来，大概需要2000个到3000个逻辑比特才能跑起来。那你就要建造一个非常巨大的量子计算机，最关键的不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芯片，而是维持它这个芯片能够在量子状态工作的系统。是，对，对，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是不是拿这个东西去，计算一下这个什么人工智能什么的？其实量子计算机压根儿就不是干这使的。对，现在的量子计算机应该已经有一些实际应用了，但是主要还是在物质或者说一些物理化学上的一些应用吧，主要还是靠观察一些计算结果出来。真要想把这个索尔算法跑通的话，这个还距离我们至少我觉得5到8年的时间。对，实际上是这意思。现在的量子计算机主要还是应用在研究领域，那它等于它并不是说目前还不是要让它来创造什么什么效益什么这类的东西，是，主要还是把它研究，然后未来再考虑怎么样能够小型化，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结构，甚至比约瑟夫森结更好的结构。然后呢，我们不需要把它维持到那么低的温度，因为否则的话，它基本上它的工作温度基本上是液氦温区。你要用液氦的，零下260-270度、250-260度这样的水平。对。现在另外一条路就是微软的，微软那个芯片应该是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发布的，然后那个芯片使用的好像是库珀对的，就是它反正也是另外一种观测方式。对，它库珀对实际上它也是形成了宏观的这个量子特征的库珀对，所以的话它也一样。因为就是我看看啊，这个待会儿再说吧，看看能不能再传另一个图。
肯定可以的。这张图能传上来吗？啊，这张图，它基本上实际上就是现在看，就是看上面这一部分，上面这张图上面这一部分，等于就是如果没形成库珀对的话，就是最上面这个条在导体里；如果要是形成了库珀对的话，就是下面这个两形成一对儿。OK， 反正现在这就是目前跑到最靠前的2个这个量子芯片了，而至于其他的一些量子计算的这种上市公司的话，就距离很远了。虽然英伟达老黄也在去投资一些量子计算的产业，但是也时不常出来说现在这些量子计算公司为什么可以上市，还值这么多钱呢？是不是在骗钱？我觉得啊，就是说是现肯定是研究要花很多经费，所以的话，他得去找钱，的确得去找钱，而且一旦成功了，这个效益肯定是非常巨大的，是吧？是，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你不能说他就是在骗钱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最后成了呢，它也就算这个啊，我们为这个科技发展做贡献；如果没成呢，这个很多人就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其实而且我只要大们现在，家应该就是说，投资你说，者应该理性一点儿，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这个东西还是有风险的，就是你这种东西，这种前沿的科技的，这肯定是有风险的。你去评估它的这个风险和收益就行了。实际上，是，我们能够看出来的就是，如果它成了，它的收益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是几千倍、几万倍的那个收益水平。是，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现在得奖的这3个人里头有2个在谷歌上班，然后呢，同时他们也在大学里面去做研究，做这个，教学，对吧？因为这一次得奖的结果其实是这个一个老师带着2个学生做的博士论文，就等于他的博士论文得奖了，只是40年之后得奖了，对吧？那么像现在这样的一种结构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其实学校跟企业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非常费劲的。因为我以前也去跟清华、跟北大、跟浙大、哈工大去谈过这种校企合作，基本上是完全是鸡同鸭讲的一个感觉。而像他们现在这种，比如像李飞飞啊什么这些人，他们会比如说在学校里教多长时间课，然后就跑到公司里边去，他那边教职也给他留着，然后在公司里头呢，可能干个半年1年，然后又回到学校去，然后公司里边的一些专家和科学家呢，也是这样的啊，这个他比如说他会有这种。在公司里头也是停薪留职了，然后跑到教学岗位上面去，或者说这种学校的研究机构里边去，然后待个半年1年的，对吧？他们这种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就会比咱们这边要顺畅的多。差不离吧。反正我感觉啊，就是我以前和学校这些的合作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谈到实际应用的时候，的确和学校的沟通感觉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方说我的项目里有某一些环节，特别是一些分析和计算的环节，我觉得交给学校去做，还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很好的。就比如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那个流场计算，那要用到像 Fluent 呀什么这类的软件，这些东西的话，而且用的又不是很多。如果要是我们在单位里购买，然后成本也很高，然后呢计算的效果也并不一定很好，你并不知道谁能够具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应用场景也不多。但是如果我把它作为一份合同，我签给这个比如国内相关的这些比较好的学校，你像基本上航天航空这类的，哈工大、北航、北理工，是吧？这些学校，那他们有专门的老师，实际上是研究这个研究的是非常非常透的，由他们来出面帮我们进行计算，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生产资源的节约，也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和学校的合作，我觉得这很好，对，合作的是很好的，对，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公司里头跟学校沟通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就是时间观念，就是我们是要求有结果的，而学校这个事儿它是对于时间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宽松的，而且我们最终要的结果是，可以产品化的东西，而他们要的结果是可以出论文，那么中间就基本上无法对齐这个事儿。对呀，就是实际上你们的要求，你要把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就时间这一块我就不好说了。我觉得想让时间这一块的话，只能加大激励手段，对吧？用激励的方式了。至于其他的那些方面，你们那个就是你们还是太急于求成了。我们等于只是把像你比如那个发射的时候流场分析，我们这些发动机什么的这个流场分析。然后提供给我就行了，你把这个结果提供给我，或者说你大概告诉我这个底下要做一个导流锥的话，这个导流锥大概有多大？它是曲线是什么样的？要么你告诉我不做导流锥的话，这个发动机喷管距地面得有多少？所以在星舰首飞之前，我不就跟你说那个 SpaceX 那个星舰的那个 Pet-A 发射台，它底下没有导流锥。它发射的时候很可能出现问题，但是最后真正首飞的时候，那个发射场惨不忍睹，是吧？就是这么回事嘛。是，对，这是因为我当时就交给过学校这种计算，所以我基本上能够大概有一个特别初步的评估。是。我看有人在问说，为什么不讲讲化学奖？因为化学奖这一次用的这种。这个东西其实在航空航天里用的还是蛮多的，就是化学奖今年搞的这个，它叫 MORPH， 是吗？我到时候去看一下吧。不过我化学学的不好，还是物理和数学学的稍微好一点。对，就是他做这个分子晶格，然后这个现在比如说什么碳吸附啊，或者是各种过滤啊，什么这个很多都是在用这些东西。行，我到时候去看看吧。但是相对来讲，可以研究一下。对，是。那么这一次，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40年前的博士论文。那么，就是诺奖的话，它发布的这种，就是它颁布，至少是咱们不说经济学和这个什么和平啊，或者文学这个咱们不管，就是真正的这种科学的奖，就是物理、化学这些奖，其实它很多奖励的都是这种。就是已经有很长时间积累，然后呢也被行业所验证。像他这一次得奖的这3个人，就是他们的这个理论其实是被验证过了，已经验证了40年，而且成果基本上做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个人还活着，就诺贝尔奖是不发给死人的，就是必须这人活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发到奖。所以很多人呢，其实真正看到这个奖以后，在思考的问题是。说中国人啥时候可以噼里啪啦像日本人那么得奖？其实，你刚才说的也有一点已经很接近这个原因了，就是你别忘了，这个研究成果就这次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研究成果是在1985年就已经做出来了，对吧？对。然后到40年之后才给他发奖。实际上，这就是国外评奖，特别是这些越重大的奖项，它的这个评奖越慎重。我是指科学啊，我是指科学这部分越慎重。你所有的这个实验成果也好，提出的理论也好，一定要经过验证。就比如我们以前看这个，我记得以前看那些科普读物里面，嘲笑诺奖，有的时候在嘲笑诺奖，就在说，当年这个谁啊，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那么说发奖的第一是晚了很久，晚了很多年。他因为是1900几年就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嘛，但是发奖可能到1922几年或者1910几年的年末，1910年代的末了，我记不清楚具体的时间，但就等于是很晚。而且发给他的奖的时候，并不是发给了爱因斯坦，说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而是把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爱因斯坦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了光电效应，
也就是我们说的光既是波又是粒子，这个光电效应这件事儿。那其实我们当时就在说，这个诺奖是什么叫什么那个敲错了门，但是找对了人。说的这个，其实这所有这种说法的这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者说他写到科普读物里去教育我们的这些下一代，我们的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让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科学观，这是我非常讨厌的。因为诺贝尔奖他要发的是基本上已经确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核心。而发给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狭义相对论还没有得到100%的证明，我没有再去查它仔细的时间。诺贝尔奖的那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第一次得到一个比较切实的证明是，也是1910年代末的那次水星凌日那个观测，那是一次，然后后面可能还需要好几次证明才真正大家认可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在发给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狭义相对论是不是100%，或者说有很大概率是正确的，这个还存疑。而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已经确认是这个100%正确的了，就是也不叫100%，就是正确的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爱因斯坦，因为它的光电效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国内的那些解释纯粹是扯淡。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什么时候能像日本那样噼里扑噜的拿那个诺贝尔科学奖项？我觉得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在这些对外的这些对公众的这些科普教育的时候，什么时候素质能够高一点？你把这个本质先体现出来，包括我们经常说什么。哥白尼的这个日心说否定了托勒密的这个地心说，完全纯属扯淡。这个地心说、日心说，我们现在知道宇宙是无限的，你说哪儿是中心都没问题，只不过用哪个模型来计算、来推演这个宇宙更简化而已。而且包括像还有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也是扯淡。牛顿力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认识方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另一种认识方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识的更精确，但是它的计算方法更复杂。所以如果我们不要求特别精确，用牛顿力学就完了。如果我们要求精确一点，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未来我们有新的理论的时候，它也不是推翻牛顿力学，也不是推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是比他们更精确，但肯定更复杂。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咱们就稍微扯得远一点了啊，就是像日本现在号称50年30个诺奖啊，现在已经快要达到了吧，就是已经过半了，31个了，那么31个了，对。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讲说日本人为什么能搞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一旦发现科学造假或者这个数据有问题。那真的会去自杀的，对吧？那是真的是从老师到学生都跑去自杀。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鼓励说真话，说假话你就要真的要去付出所有代价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才有可能在这种基础科学上往前走，对吧？像咱们现在这个好多数据错了呗，然后这种完全不在意的这个状态，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差距。老范，其实是这样的啊，造成中国不能够像日本那样的噼里扑噜的拿诺贝尔的科学奖项，那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的。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全民的这些科普认识，这是一点。你说的这种求真求实的这种细致认真的这种科学精神，这也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还是注意。这是40年前的一次，这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的是40年前的研究成果。那么他们这些当时的不管是导师也好，博士生也好，在做这个选题，然后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第一没想过我做这个题是为了拿诺奖，对吧？然后呢，也没想过他是会获得什么利益，是吧？所以的话，
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些科研，如果要是在民间的，就是民营机构的，是为了盈利的，是吧？如果要是这个国家队的，实际上他是为了拿奖，然后去获得晋升、评职称，是为了这些用对，他们都有很强的这种功利性。你有这种很强的功利性的时候，你还能保证你有什么真正特别深入的研究吗？肯定是我的目标既然是为了功利，那么我并不在乎我的研究成果到底是怎么样的，而是怎么样去获得那个利益。你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一点。当然，还肯定有很多其他的点，但是我仅从这3点，就是以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身份证是不太可能达到日本的那种程度的。是。这个中国现在有一点是这个数据刷出来了，就是在顶刊上发文章的这个数量，因为咱们一直是以发论文为这个比如说评职称升职的一个算是唯一标准，对吧？所以呢，咱就刷呗，中国人刷这个东西还是刷的很快的。SCI 嘛，顶级的科学期刊上面，但是对实际上这个，但是呢，中国刷的很多这个论文呢，它的引用率是比较低的。它是这样，如果要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们知道啊，中国现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际上在这之前，这些院士实际上是另一种叫法，叫学部委员。在90年代初，就咱们上大学的那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学部委员的话，你基本上最少可以做到一个学校校长，差不离就就是985大学的校长。差不离是这样的水平。而在当时，如果你能够在这些 SCI 上发表1篇论文，就有可能入选这个985大学的这个校长，就有这个资格了。所以中国一直就是学而优则仕，你只要是一直是学而优则仕，或者学而优则达，那你就不可能有这个真正去获得诺奖的，因为你的根本的追求和人家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家的目标是怎么样带领着人类去认识、拓展视野，去认识新的世界，这是诺奖的这个发奖的基本原则。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建个什么其他的奖项，建个贝诺尔奖，就是我们以后自己编一套就完了。对对对，就像国外有这个米其林，我们有黑珍珠，是吧？是，对。那么现在的话，化学奖好像这个物理学奖这次是85年的，化学奖好像它那个论文是70几年的，要更古老一点。然后化学奖的那个哥们儿，他的论文引用数大概是全世界第2。因为他呢做的这种叫 MOF 的这种结构嘛，就是大家就拼命的说我们怎么设计出一种新的来，然后设计完了新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叫做应用结果，比如说我能吸附这个还是能过滤那个，然后呢就要引用他的论文，所以那哥们儿的那个论文引用数是全世界第2，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结果。是啊，而且是这意思。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啊，你说在中国拿了个诺贝尔科学奖又能怎么样呢？屠呦呦拿了，结果怎么样？屠呦呦拿了，对，结果怎么样？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国内这帮人说你不是我们这边的，你没有人去推荐你。中国的院士好像是必须要有几个人推荐，然后还要有一大堆的硬性指标，对吧？然后屠呦呦好像是很多的指标是不符合的。对，所以的话，实际上中国整个这个体系就不是奔着去拿诺奖去构建的，说白了就是，所以拿不了什么诺奖，那是正常现象，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现象。你没有激励。对。不，这个激励呢，还是不要激励上来好。因为呢，你真的激励上来以后，会出现各种妖魔鬼怪的，对吧？像足球，激励够强的了吧？那你看最后把国足玩成什么样了？对啊，你没有中国整个这个氛围就没戏，根本就没戏。这个不，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量子这块吧，我觉得在后面还是大家继续向量子芯片啊，向这一个方向去前进。因为国内其实在量子计算这块儿也是很重视的啊，也是有很多大学，然后国家也拨了非常多的人啊，非常多的钱去做量子计算相关的东西，只是在这一块儿上出成果确实很慢吧，这个还是要稍微有一些耐心才有可能看到未来。而一旦是谁真的或者哪个国家真的把量子计算的这个技术实用化了，那么其他的国家的话就相当于是完全透明了。可能是这种现象。现在有这种观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都认同这个观点，有这种可能。是，是。因为这跟现在的 AI 还不太一样，AI 的话，你看出来说，哎，他们发展的好，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也在紧跟其后。它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这个差异。但是量子计算这个东西一旦突破了的话，那你真的所有的加密设备、加密算法，然后还有很多很基础的物理上的研究，就基本上被人家快速超越，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个老范，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啊，量子计算只是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个宏观的这个量子隧穿、宏观的能量量子化这些量子特征、宏观系统的量子特征的一个具体的工程应用，工程上的应用。中国实际上它强在哪儿？中国实际上是强在把它工程化上。但是它对于底层的研究这类的东西，是相对来讲比较差的。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这3位科学家的获奖的，他们只能算实验物理学家，还不能算理论物理学家。那更底层的是理论那部分。所以我们看这个构架，就是最顶层、最工程化的是量子计算机。是吧？当然，再往上以后未来量子计算机在产品化，那是另一个说法。现在我们看到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里的量子计算机，这是最顶层。那比这更基础的是这3位科学家的发现，对吧？再基础的是什么？再基础的是约瑟夫森结、超导技术这类的东西研究，对吧？然后再把比它再基础、再底层的，应该是理论物理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最顶层的这一部分做的。是。如果人家找到一种新的方法，不通过约瑟夫森结，而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能够实现更大规模的宏观量子化，那人家等于那就是真正的弯道超车了，那是真正的弯道超车。是，对，什么是弯道超车？那是。每年的诺贝尔奖吧，虽然它是一个颁给40-50年前项目的这种奖项，但是呢，还是在激励着整个的社会或者整个的科学界吧，在快速的往前发展。而且最近几年啊，整个的科技发展应该会开始大爆发了。我觉得理论物理这一块可能性不大，没有看到理论物理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特别新颖的说法。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你就这么想吧，原来这些人你可能需要受20年到30年的教育，然后呢，再在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进行计算。其实现在真正开始快速往前突进的，就在 AI 的帮助下开始快速往前突进的是数学，因为它把大量的数学，就是原来这些这个就是数学家，他们可能他的这种计算的过程啊，或者说整个的算法的构建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呢，你计算过程又很缓慢，对吧？你想得到一个这个结果的验证的话，对吧？在中间非常多的环节有可能会出问题。那么现在有 AI 的帮助的话，他们已经提升非常多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在化学那一块，也是在快速往前走，对吧？这个物理这一块的话，我相信在两边啊，甭管是基础数学还是在化学这块有快速前进的情况下的话，理论物理应该距离爆发也不远了。
行，你有你这个看法，行吧？我反正不是这种看法。我觉得这个方面，当然就是说，AI 在这些，特别是理论领域啊，它基本上它只能做一个助手，收集资料啊，整理信息啊，它只能做这个。而真正的最后那个临门一脚，或者说是这个最终的一跃，必须得是一个超级大脑。我一直认为是这个。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超级人脑，包括这些数学家，对吧？他们说我们现在拿这东西怎么办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实验方法来，对吧？各种需要验证的东西。以前呢，他们想验证一个这样的方法，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有一个新的设想吧，然后你需要去设计算法，需要去进行运算，对吧？然后才能去验证。那么现在中间的环节等于变快了。对吧？你各种的这个设想和对这一块现在已经极大提升了。对，这就是助手嘛。对，但是原来比如说有1万个这个什么，你可能就只能是其中的2、3个这个可能性。现在它可以能够快速的把大量的这种可能性都给你这个验证出来。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是，比方说有一道题，我们高考看到一道题，这个题我是不是把它做下去？高考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是2个原则，我是不是看到这个题我往下做，还是说把它 pass 掉，赶快去做下一道题？是我看完了以后我有没有思路？没有思路的话，那么我就把它 pass 掉，我做下一道题。对吧？实际上也一样，你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方法，你所有的这些 AI 辅助帮我们去验证，帮什么的，只是我们在我们认知范围以内的，只是在我们认知范围以内的，我们的思想的边界，而真正的在理论上的突破是要突破你思想的边界，这点特别重要。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因为 AI 的差异，这个我们会被很多的西方这些东西给超越掉。看吧，看吧，看吧，这个再说吧。再说，对。因为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从这次诺奖的这个事儿，真的，就能看出来，我中国实际上不要再急着去和什么别人拿诺奖了，因为真正人家得了诺奖的这些人，你放到国内你也不珍惜，不太珍惜，反倒是如果他拿了外国国籍，飞升即走，早就给人弄走了。对吧？这个我记得是哪个奖里也是有一个教授在清华还混过几天，对吧？然后那个前面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个经济学奖的，是在成都混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给人轰走了，说看不上你，对吧？你这不行，咱们就搞这套飞升即走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东西，那就没法整。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就放弃吧，就跟你现在还有谁还有哪些人真的希望中国足球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歇了吧，这个就算了，这个就算了。你想这个人家世界杯非法的人都急了，说我们到底放多少名额你们能进来？因为中国足球一旦进去以后的话，非法整个的转播权啊，整个的这个品牌的价值会快速的爆发。对啊，人家就想尽了办法，说我求求你，你们进来吧。然后说不，我们真的不去，我们虚怀若谷。对呀，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如果中国真的有能够进，比方说32强、48强，假设扩展到48个，你真能进去了，你那观看量得到什么程度？是这样的，对。哎，放弃吧，放弃吧。这个可能就是当我们彻底平和了以后，没准再养个几十年就能出来。如果你始终是这么着急的话，就永远没有。对，实际上还有一方面啊，这是客观原因。当时你看这次还是我又要强调，这是40年前的研究成果。
一般来讲，诺奖的这个评奖啊，科学奖项，可能都是要滞后个10几20年。当然有些例外，比如发现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类的是个例外。我邦吉或者像居里夫人发现镭，这个也属于例外。就这种马上就可以去验证的，可能会很快啊。但是现在早不是这个20世纪初的，你发现一个元素，发现一个新元素就能拿一个诺奖了。现在你发现了元素也拿不了诺奖，是吧？然后，如果我举个例子，现在应该还行，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发现的差不多了。你现在想发现一新元素，比那个时候难多了。好吧，你如果要是现在，你比方说你突然发现了这个引力子，那有可能那是个诺奖级的研究成果，突然发现了引力子这类的东西，那看着可能性不大，是吧？因为连指明方向的都没有，是吧？我们要看你，比如这次这3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用这个超导体来做，人家早就有人给指明方向了呀，是吧？那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谁啊？那个叫我看看啊，叫什么啊？安东尼莱格特，人就给指明方向了。我那个用超导可能就能发现。然后我要用这个怎么具体体现？人约瑟夫森也告诉你了，用约瑟夫森结，人家前面都给你指明方向了。这3位科学家就照着这2位前辈指明的方向走过去了，是吗？但是你引力子，你方向在哪儿呢？是，再说吧。每年的这个诺贝尔奖呢，也算是一次盛会吧。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看看啊，明年呢会讲点什么有趣的东西出来吧。行，还是化学的估计讲不了太深，物理的能讲的稍微好一点。化学那就是完全是材料学嘛，就是生化环材的这种东西嘛。所以基本上差不离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用太希望中国能拿什么诺奖，这可能性不大。属于撞大运型的，撞到了就是。还是撞吧，这个万一哪天又撞上了呢？而且这个关键是你给中国人发个诺奖吧，还给咱们制造矛盾。您弄个屠呦呦出来，这个中国科学院什么工程院被指着脊梁骂了好几十年，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人家完全脱离于你体制之外，是吧？对呀，对，我们不光是要得诺奖，我们还希望我们指定的人得诺奖，对吧？这个你认的不行，必须我认的人才行。对啊，我在西方教都成佛祖了，到了东方这一块儿，我操，这小崔本儿，屁都不是。是的，是的。这 OK，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看看今天大家的讨论呢，其实也都还是比较随意的吧。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这个留言里，好像前面我们在讨论股票，我们就不研究了啊，因为昨天晚上美股的暴跌。因为啥暴跌啊？加关税，就是川普又要给中国加100%关税，让中国肯定是不服嘛，然后也上来加关税，对吧？那就开始暴跌，然后比特币、以太坊什么通通都在暴跌。后来我说你现在就该 tackle 的时候了，对吧？这个因为11月1号这个 APEC 会议要在韩国要开了，2个王要见面了，对吧？那前面肯定是要砸盘，砸完了以后，现在大家赶快捞底啊！这个当然我们不做任何的投资和这个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的。反正川普每次都会干这种事儿，就是他觉得他有机会力挽狂澜的时候，他就会提前的给你把它砸下来。行，我看到这里有一个人留言啊，这个香尘在这儿说，当年
这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差点拿诺奖。这个事儿后来我没太仔细去查，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实？我没有太去查，但是当时的消息不就是说是，我记得啊，当时的消息说的就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本来那个诺奖要颁给中国，但是呢，那个科学奖项它是基本上属于是要颁给个人的。对我那种说法啊，说法是说科学奖项是要颁给个人的，不能颁给团队。而中国因为这个说是不行，我就得给我一个团队，要不然我们后面颁给个人，我们不干，结果就放弃了。这是一种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不太清楚，但是这本身也体现出中国的一种特殊的体制，对吧？是，所以是，对，你颁给个人，这个人这个以后不好安排啊。对。然后说固态硬盘也是量子科技，没错，实际上量子科技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我没法逐一举例，我只能举一些随口说几个，要不然我得给大家做个表得了，我们日常用的有哪些是量子科技啊？得直接拿个相对比较微观的东西就可以了。当然，你比如说像什么儿童量子阅读什么就算了啊。就是拿着一本书，然后摇头晃脑的看，看完了以后，据说可以记住。哎，那些就跟纳米有一段时间特别热，然后一说就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什么那保暖内衣是纳米材料什么的，那些全是扯淡，全是用来骗钱的。保暖内衣那段时间我是知道的，因为他们其实在里边是加那个什么的，加那个就是塑料薄膜，等于在内衣里头加一层塑料薄膜，聚氨然后那个酯材料，内衣你摸聚氨酯材料，对，哗啦哗啦响那个内衣，然后洗几次以后，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就开始往外掉那个渣，掉小沫沫，对，掉小沫沫，掉小沫沫，对，那都是骗人的那种东西，就是说，哎，智商税，智商税。但是有人愿意买嘛？对，我觉得实际上这也没问题，刺激经济发展。我觉得啊，就这种东西，就是你不要真信它，你只看它的功能，它是不是保暖，它是不是好用，起到你的目的就完了。你别给它，你别真把它想象成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就行了。是。OK， 那我们差不多到这里。行，那那个星舰下一次什么时候啊？目前应该我没看到 SpaceX 更新它星舰发射的时间。那10几号的话，不就是下周了吗？10月14号，对啊，10月14号凌晨，早上7点钟左右，不叫凌晨了，早上7点钟左右。而且现在我看到 SpaceX 已经把它最新的这个就不叫最新了，就巴菲复用的这个 B15超重已经放到它那个 Pad A 发射台上了。已经放到那个台上，那就是下周2、下周3的样子呗。那反正就是提前你告诉我，然后我们来这个发预告来直播。对，可以，反正星舰11飞，也就是2代星舰的一个终结。那再下一次应该就是3代星舰了。是，而且星舰11飞还是颇有几个看点的，一个是它的复用是 B15超重，另一个是这次星舰SpaceX 又拓展了它对超重的这个使用范围的一个测试。它这次我们以前啊，超重在这个最后降落之前，它会点燃中圈的10台发动机和内圈的3台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减速。当减速达到一定效果之后，那么关闭中圈的10台，只保留中心内圈的3台发动机，然后用这个调整姿态，然后用这个脐带臂回收，用这个筷子臂进行回收。那这次11飞的 B15超重，第一它是复用的8飞的超重，24台发动机，复用了24台，33台里复用了24台。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它会在最后的制动点火的时候，先是点燃内圈3台，然后中圈10台，
然后快速的关掉这个8台发动机，保留5台发动机，保留5台，我估计很可能就是中心的3台，然后中圈保留2台发动机，以这样5台发动机的方式调整姿态，然后再关掉，还是我估计的啊，中圈的那2台发动机，以最后的3台在海面上做一个悬停，最后降落在海里。因为他这次要做不同于以往的这种实验，所以他不会用筷子回收。这是我们这次对超重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最重要的看点。那如果这个实验成功，那以后未来飞机星舰在使用的时候，我超重就可以在有更多的发动机参与这个landing burn 的这个姿态调整，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可靠性，因为我坏了1台，我有更多的备份嘛，这是一个。然后飞船这一块，那它取消了更多的防热瓦，也就是说，11飞的时候很可能是发现取消防热瓦之后，仅靠不锈钢防热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它准备取消更多的防热瓦，那来进行这个测试。如果这个测试成功，就表明是什么呢？我们星舰将来想复用星舰飞船想复用就更容易，因为你每多一个环节、多一个部件、多一个防热瓦，那它就可能是一个隐患。回来之后我就要检查，就要必要的时候就要更换。如果我没有这个部件，我就是不锈钢的，那我的工作量就小多了，快速发射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所以这是大概星舰11飞最重要的2个看点。好，那就等到时候我们再去发预告来直播。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欢迎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只能是感谢大家陪伴了。谢谢，谢谢，再见。那就这样，拜拜。结束。